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极具魅力和深度的书籍《北京法源寺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敖，一位在中国文学界、思想界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。他以犀利的笔触、独特的视角和渊博的知识，在华语文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《北京法源寺》是他的一部经典之作，融合了历史、哲学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，宛如一座思想的宝库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历史洪流中的人性光辉与黑暗。它是一本智慧的宝典，蕴含着对人生、社会、政治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。它还是一座精神的灯塔，在迷茫时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对于读者而言，阅读《北京法源寺》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历史和人生的看法。它能让你跳出日常琐碎的生活，以一种更宏观、更深邃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。它能激发你内心深处的思考，让你重新评估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，甚至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个人信仰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时，我们该如何抉择？这个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次的被提出，而在北京法源寺中，我们能找到一种独特的答案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谭嗣同，这位在戊戌变法中英勇就义的志士。在变法失败后，他本有机会逃走，但他却毅然选择留下，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人。他说：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志士同时这种为了理想和信仰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，在北京法源寺中有着深刻的体现，也引发了我们对生死、价值、信仰等问题的深入思考。以历史与现实的交织，北京法源寺以北京法源寺为主要场景，巧妙地将历史事件和虚构情节融合在一起。从唐朝贞观年间的建立到清朝末年的风云变幻，法源寺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变迁。书中围绕着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，描绘了那个动荡时代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和选择。李敖通过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，展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和复杂性。历史不是孤立的片段，而是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，每一个事件、每一个人物都是其中的水滴，相互影响、相互制约。它以法源寺为纽带，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串联起来，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轮回和人类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与伟大。这种手法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叙事模式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视角来理解历史。当我们阅读这样的内容时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新的历史观。我们不再把历史事件看作是孤立的存在，而是学会从更广泛的背景和更长远的时间线上进行分析。例如，在理解戊戌变法时，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变法本身，还要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、国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等。这种历史观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，从更全面的角度去思考解决方案。同时，它也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，我们的行为和决策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从而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，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。在书中，李敖描绘了法源寺在历史变迁中的不同面貌。法源寺，它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默默地注视着朝代的更替、人世的悲欢。它在古老的墙壁上，仿佛刻满了历史的记忆，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这样的描写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。而且，书中对戊戌变法时期人物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。比如谭嗣同，他在变法过程中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勇敢无畏，在与袁世凯的交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谭嗣同意识到袁世凯的背叛时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，而是以一种大义凛然的态度面对。谭嗣同的眼神中燃烧着火焰，那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，是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但他无怨无悔。人性的复杂与光辉。书中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、欲望、恐惧和挣扎。这些人物在历史的大舞台上，演绎着人性的复杂与光辉，从英勇无畏的志士到阴险狡诈的政客，从慈悲为怀的僧人到普通百姓。李敖将人性的各个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李敖认为，人性是复杂多面的，不能简单的用善恶来划分。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下，人性会展现出不同的侧面。他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，揭示了人性的矛盾性。例如，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善良，但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又可能会陷入道德的困境。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复杂性，也让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更加谨慎。理解人性的复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的言行举止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困惑。通过阅读《北京法源寺》，
我们可以学会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他人的行为动机，理解他们的内心挣扎。这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、解决冲突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同时，它也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。当我们看到书中人物的缺点和弱点时，我们也会反思自己，从而促使我们不断地完善自我。书中对袁世凯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袁世凯，他是一个充满野心和欲望的人，他的眼神中总是透露着一种狡黠的光芒，他在权力的漩涡中如鱼得水。然而，在某些时刻，他的内心也会闪过一丝犹豫和不安，那是对道德和良知的微弱呼唤。这种对人物内心矛盾的刻画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。还有那些在戊戌变法中为了国家命运而奔走呼号的志士们，他们虽然性格各异，但都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。他们有的为了理想不惜牺牲生命，有的在困境中依然坚守信念。在这些志士们的心中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。他们的灵魂在燃烧，他们的热血在沸腾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。信仰与理想的坚守。在北京法源寺中，信仰和理想是贯穿始终的主题。无论是谭嗣同等人对变法图强的执着，还是法源寺僧人们对佛法的虔诚，都体现了信仰和理想的力量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这些信仰和理想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支柱，指引着他们前行的方向。李敖认为，信仰和理想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之一，他们是人类超越自身，追求更高目标的动力源泉。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，信仰和理想能够给予人们力量和勇气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坚守信仰和理想的人，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。他通过书中人物的经历，阐述了信仰和理想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信仰和理想，他们可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想想那些在历史中为了信仰和理想而奋斗的人们，就会重新燃起斗志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可以把追求卓越作为自己的理想，把为社会创造价值作为自己的信仰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被日常的琐事所困扰，而是会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。同时，信仰和理想也能让我们在面对诱惑时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至于迷失方向。谭嗣同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守。他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，因为他心中有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坚定信念。还有法源寺的僧人们，他们在战乱和动荡中依然坚持着对佛法的信仰，守护着寺庙。在法源寺的晨钟暮鼓中，僧人们日复一日的修行，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宁静而坚定的光芒，那是对佛法的信仰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，是文化与传统的传承与反思。北京法源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现和反思，书中描绘了古代建筑、礼仪、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，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进行了探讨。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，传统文化何去何从，这是书中一个重要的议题。李敖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，他认为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，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和筛选。他通过书中人物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，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。例如，一些保守派人物盲目的维护传统文化，而一些激进派人物则全盘否定传统文化，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可取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，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。我们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，如儒家思想中的仁爱，道家思想中的顺应自然等，同时也要摒弃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观念。例如，在教育方面，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，但也要结合现代教育的需求。在文化创作方面，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，但也要融入现代的元素，这样我们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，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。书中对法源寺的建筑和宗教仪式的描写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法源寺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，红墙黄瓦，飞檐斗拱，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。在宗教仪式中，僧人们庄严肃穆，他们遵循着古老的传统，诵经、礼佛、做法事。这些仪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，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。然而，书中也展现了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挣扎。当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涌入中国时，一些传统的观念受到了挑战，一些年轻人开始质疑传统文化的价值，而一些保守派则试图抵制西方文化的进入。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。社会变革是北京法源寺的一个重要背景，在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下，不同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书中展现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，以及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选择和挣扎。李敖认为，社会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而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。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，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可以影响变革的进程，同时，社会变革也会改变个人的命运。他通过书中人物的经历，
阐述了个人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。例如，谭嗣同等人希望通过变法来改变国家的命运，而他们的命运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。理解个人与社会变革的关系，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。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，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变革，如科技变革、经济变革、文化变革等。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如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意识到，社会变革是不可阻挡的，我们只有积极的适应变革，才能在变革中实现自身价值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，谭嗣同面临着生死抉择。谭嗣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。他知道自己可以选择逃走，继续活下去，但他更知道，如果自己逃走，变法的精神就会随之消亡。他的命运已经与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他选择了为变法而献身这种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的交织，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渺小与伟大。总之，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作品。它以独特的历史视角、丰富的人物形象、深刻的思想内涵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人性光辉与复杂，让我们对信仰、理想、文化、社会变革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它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，每一次阅读都能带给我们新的启示。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北京法源寺，并将其中的智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。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时，像谭嗣同那样坚守信仰和理想；让我们在理解他人时，像李敖刻画人物那样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；让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时，像书中对法源寺的描写那样珍视和反思；让我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，积极的适应并推动变革。朋友们，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挑战和机遇，而北京法源寺就像是一把智慧的钥匙，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大门。不要犹豫，拿起这本书，让它成为你心灵的伴侣，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相信我，当你阅读完这本书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对世界、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你会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去面对一切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法源寺的世界，去感受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吧。